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刘先生50岁，来自山东，私营业主；江女士46岁，来自山东，销售职员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两个人的家庭定位是什么？我就是免费的保姆，他就是家里的爷。我就是受气包，就是他的出气筒。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？算计，大男子主义，一碗水端不平。不信任我，管得宽，嘴特碎。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？多关心我，把心思放在家里，给我留点空间。这个短片看完之后啊，就发现这俩人的诉求也是有点南辕北辙的。一个说要多关心我，一个人说要给我留点空间。那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觉得这女的管得太多了，对吧？管得太紧了。对啊。然后男生要空间，对吧？抓得太紧了。抓得太紧了，对。来吧，咱说说吧。今天两个人来我们节目的目的是啥呀？就想让他对我好一点，然后让孩子管我叫妈。让孩子管您叫妈？我们俩属于是重组的家庭。哦，那就是在上一段婚姻当中，就是都有孩子是吧？对。您是？我是一对儿女。那您呢？我也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姑娘。4个孩子啊。哎，为什么不管您叫妈呢？以前是管我叫妈的。从4岁的时候我俩结的婚，到现在也就是7年的时间了。长大以后不叫了？对。那么你的孩子叫他爸吗？叫。现在也不叫了。为啥呢？怎么说呢？先说一下我们的家庭。我老公呢是因病去世的，然后他的前妻呢之前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同事，他是出意外去世的。去世了以后呢，我去他家里帮着料理后事呀，帮他照看孩子呀。照顾的过程中一来二去，我们俩就比较熟悉了，慢慢的才走到一起。你们2个人结合了之后，这日子过得咋样啊？一地鸡毛，就拿我当免费的保姆。我们现在是4个孩子，大的吧26岁了嘛，他上班离得远，他是单独住。大的是谁的？最大的是大的。然后我们是带3个较小的孩子一起住。现在你们2个人过了多少年了？7年了。是最近开始他的女儿不叫？对。那是发生了啥事儿呢？我就觉得他是挑唆的，从孩子面前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慢慢的孩子就不叫了。实际上也并没有挑唆，可能孩子大了吧，包括他那孩子吧，也不喊我爸了。不喊也是有原因的，他整天不在家，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我自己管。然后我在洗全家衣服的时候啊，发现孩子口袋里有10块钱，洗了之后就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晾上了。他回来看到了之后，非得说那个10块钱是他的。因为我也有一张这个当时被水洗过的钱，也是放在同一个位置，我就说是这个钱是我的，啊，不是他的，就为这个事情争吵过。你说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吗？根本不是啊。再说那个钱是我拿出来的，我衣服是我洗的，我放在那里的，我给他解释还解释不通，还非是说我骗他。你说我为了10块钱，我至于骗他吗？这个呀，说大了，其实他就是个误会。解开这个误会啊，其实疙瘩就解开了。但是你们2个人为什么这个疙瘩解不开？肯定是因为长年累月积攒了很多的矛盾，所以把这个矛盾就给放大了。对，你刚才还提到说先生是不怎么回家，是跟工作有关系吗？对，他背着我在外地投资了一个什么工作室。当时搞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比较突然，当时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吧，就想起这个事情了，大约有10几天吧，回来以后告诉他了，干这事情也不是为了家里嘛，挣这钱。你是为了家里，你那最起码的尊重你得给我说一声吧，我得知道咱钱上哪去了吧。这是结婚之后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动的所有的钱也有他的一份儿。平时也是不给钱的，要急了就给个300、500。你们是从结婚开始他就1个月给300、500吗？之前不是这个样子。之前1个月给多少钱？2000块钱左右。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是自己做生意的，手底下也有钱，也不管他要2000块钱，连他亲女儿的这个学费都不够。他那时候还上过寄宿学校，小学的时候。其实从一开始2个人结婚了之后，就是你在支付大部分的开销。那你有没有跟他就这个事儿讨论过呢？你就是能不能多给家里面一些开销啊？给他说过，他一直就说这2000块钱不够嘛，又怎么着，你就是够生活费就行。我也没乱花这个钱，是我知道你没我也乱花，攒了一部分，因为孩子大了以后，你成家立业，你不都得花钱吗？但
但是你得先解决当时的问题，现在连吃饭都不够了，然后都是我一个人在这。就说先让我冒昧的钱问你一句啊，您攒的这个钱是给谁攒的？4个孩子以后成家立业，你不都得花钱吗？您攒了这个钱，您媳妇儿知道吗？我知道他有钱，但是具体知道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。没在你手上，没在我手上。也不知道多少钱？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挣钱各挣各的，各花各的，就包括给孩子买东西，给老人过年过节买东西，都是各买各的。他给他的孩子买了啥？没给你的孩子。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买衣服，你的孩子你自己给买，他的孩子他自己给买。是这样的。哎，你给个解释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么亲。但有时带他出去吧，他感觉就说是叫不动他。时间长了，我就懒得管这一块儿。还有就是他出差回来，从来想不起给我和我孩子买东西，光给他的小女儿买东西。还有一个就是背着我带孩子去游乐园。本来是放假以后，我打算就带这2个小的孩子去游乐园的，答应他2个了。结果他倒好了，自己请了1天假，带着他小女儿，还骗我说是去他奶奶家，就带着他闺女去玩了。我都不理解。教了你7年的爸了哈，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爸的责任呢？然后带他一块儿去呢？男孩子和女孩子去本身就玩不到一块儿。答应孩子了，你说过几天带他出去玩，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？那是你认为的，因为2个孩子就差2、3岁，他怎么就玩不到一块儿了？一块儿玩，你带到游乐场各玩各的也行啊。所以您在那个里面说的一碗水端不平，就是指他对他的孩子和对你的孩子是不公平的，对吧？对。你们的孩子如果发生矛盾或者发生争执了，他那一碗水能端平吗？端不平。就拿那一次吧哈，就是为了一次吃鱼，然后我儿子和这个小女儿一块儿场那条鱼，他就光熊我孩子，不熊他的小女儿。闺女不是小吗？他当哥哥不会让着点吧？让着他，你不是回去再说吗？这个事儿是在我妹妹家里，非得在桌上说，说的我孩子都不吃饭了，拿着手机上一边玩手机去了。我想说，其实即使是亲生父母生的2个孩子，有些时候啊，在抢一块肉的时候，可能父母也会说你大的让着小的。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那么重。这一点我实话实说，他心当中潜意识当中有一种概念，我的女儿小，我的女儿妈妈走了，都要依着她。您说您在自己的女儿的这一个处置当中是有这样的心态吗？有点。关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因为这个事儿之前还有很多的事情做铺垫，是的，对，所以让他心里就会有很多的成见，觉得他指向着自己的女儿，对，都是一点一滴的事情堆砌而成的。重组家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存在。那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，就是你们2个人的感情怎么样？因为你们2个人的境遇是相似的，因为同样的境遇走到一起，应该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感觉，或者说感情可能会更深、更理解对方一些。我是这样，但是后来经过他做的一些事儿，投资不告诉我，然后我在外地工作嘛，10天半夜不回来，这中间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然后我还是在他朋友的朋友圈发现的，他过得特别潇洒。不是他照顾你吗？平时他不照顾。有一次我在单位上晕倒了，他倒是及时回来了，回来之后把我送到医院，听医生说没事，他又把我给带回老家了。这中间是我婆婆和我公公也有病了，但是病已经病了1年了，说是一块儿照顾，我也跟着他回去了。回家之后，他只顾着照顾他的爸爸妈妈，根本就不管我。当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，再一次又晕倒了。晕倒了之后，这时候我不知道了哈。后来是听他说的，他说他又打了120，把我送到济南的医院，因为我们老家是在长青，离济南有差不多40、50公里的样子。去那里之后，就是医生给看了之后，他觉得无大碍，他认为的无大碍就是还没死，他又回去照顾他爸妈了。当时不是给检查了吗？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劳累造成的。劳累是因为啥劳累呀？你不心里没数吗？我之前没接触他之前，我带着2个孩子跟着我爸我妈一块儿生活，我只管上班挣钱，我爸妈给我照顾2个孩子，我生活是很舒服的。
和他走在一起了，对他孩子也非常好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当我长病的时候，他还不管我，还说没啥事儿，能没啥事儿吗？都输血了那一次。不过这个生病的时候有一个特殊情况，是2个老人恰恰也同时病了。他照顾1年了，他完全可以再多照顾我2天，只有2天，我要求不高，就2天，2天他就等不了。那个时候他弟弟完全可以照顾2天，他把我照顾2天。我能起来，能正常上厕所，能自己做饭就可以了。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他在医院住着院呢，您就走了？当时是这种情况，当时他第1次晕倒的时候啊，给他检查也没什么其他症状，就大夫没要求入院是吗？当时要求住院是因为没有病房。那您为什么没给他转院，转到有病房的、有病床的医院？确实这块我也欠考虑，确实没考虑。您为什么没给他转？因为当时心里还是挂着家里父母嘛。那好，您家里是不是有个弟弟可以来去照顾呢？确实有弟弟，因为我和我弟弟是2人倒班照顾父母嘛，正好这一轮呢赶到我身上。说白了很简单，就在他心里，爸妈更重要，这个媳妇儿不重要。爸妈比媳妇重要。对，爸妈比媳妇儿重要。在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他对你也不好？不光是对我，对我的孩子，对我的爸妈也是很一般。对你爸妈怎么不好了？就有一次春节的时候，回我爸妈那吃饭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就是我2个妹夫加上他一起，然后在那吃饭。吃完饭以后，整个过程都是很融洽的，特别的好。但是呢，在走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：“你带钥匙了吗？”哎，我就开始找包里没钥匙，我就开始找我的钥匙，然后他就咋呼我，可能还带了一句脏话。这时候我父母就不愿意了，不愿意之后就不想让我回家。我就给我爸妈说没事，我就跟着他走了。我爸还说我说那意思不让你走，你非得走，回家以后打架怎么办哈？就担心我。回去以后，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就过了吗？结果他不是这样的，回到家以后就那个气没发出来，就那样的，就摔呀、砸呀，把家里东西都砸了，电视也砸了。最可气的是还跑到厨房里把刀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之后直接砍在桌子上。当时就把我给吓坏了。说实话，当时酒也喝多了嘛，总感觉老岳父跟我2个妹夫还聊得很来，就当我不存在一样那种感觉，挺别扭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也说不上来。你心里清楚得很，你认为你是再婚的，他们是头婚的，对吧？啊，有这种感觉吧？你自己心里话就说出来嘛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，你们如此剧烈的争吵，哪怕是酒后，孩子都在家吗？对。孩子都在家，你可以这么做。你在自己的岳父岳母家，你要自己的感受，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？通过这些事情能看得出来，就是他脾气不太好，在生活当中可能情绪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。现在又再加上你觉得他在外地工作，回家的次数又少，他挣的这些钱也没有拿回家里，对吧？对。这是你今天心里面难受的第2个事儿。第3个事儿就是说，这个小女儿现在不喊你妈了，这事儿是你可能让你觉得最别扭的一件事，是吧？因为我养了她7年了，一直拿她当亲生的。是他主动，刚开始是发自内心的喊我妈的，我就你们2个人在这个之前，你儿子还不喊我爸爸呢？不是一直喊着吗？就因为他10块钱就给孩子计较。你现在能说出你儿子不喊他爸爸的原因，但是先生，你能说出您的女儿不喊他妈妈的原因吗？不喊他妈妈的原因，说实话，就从跟他儿子吵架以后，他儿子不喊我爸爸了以后，女儿可能看到这个事情吧，也就因为这个改的口。是赌气是吧？对，觉得说。你这样对我爸不好，那我对你妈也不好。对，应该有这方面原因吧。今天其实女生来，我们特意去采访了一下女生的哥哥，咱们听听人家的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说的哈。他从结婚前就给我们说，觉得小刘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挺心疼他的。后来他们2个结婚，我们都挺高兴的，每次问他，他都说好，都维护他。直到最近他跟我们说孩子管他叫阿姨，他是真伤心，在家里大哭了一场，才跟我们说了这些年的事。我们才知道这些年他1带3，本来我们觉得他再婚能有个人给他分担，没想到更累了，还不如带孩子回家来。我跟爸都不会不管他。您听完哥哥说的这些有啥想法，刘先生？希望他能多体谅体谅我吧。那你体谅他吗？
一会儿我得多关心关心他，能感觉到他现在很累。他是心累，但是这一段对话当中表明，其实他一直瞒着自己的家人，对自己的家人，他展现的是再婚以后的幸福。其实这几年他的心是在流泪的，他不告诉自己的家人，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。最后再问您一句啊，您的女儿不管她叫妈了，这事儿您中间掺和了吗？这个事情确实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去跟自己的女儿聊过，你为什么不管她叫妈妈了？没有聊过这个事情。就是现在啊，能看得出来你老婆的心是真的被伤透了。我们先听听刚才我们的那一组情感嘉宾，听完他们的故事，你们俩有啥想法？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上啊，我还是比较能体谅这位大姐的，毕竟是一个重组的家庭嘛。本来大家都在说后妈难当，这个大哥在中间也不会做协调。刚才听大哥说，好像也没怎么给家里边交钱，这个其实我们两个也是有一个共同点的，所以我比较能体谅这个大姐，挺不容易的。先生呢？我感觉这大哥生活过得比较潇洒，孩子还有别人给管着，挺好。这话明里暗里损您呐，大哥。最起码我没有骗老婆。哦，你没骗老婆，那您呢？我就觉得他俩半斤八两。大姐，我其实挺替你不值的。我觉得你的丈夫对你有辜负。跟你共同的去抵御生活的艰难、痛苦、风雨，结果没想到你找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全给你带了风雨。说实话，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。你说我想拆你们吧，真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。但是我一想到12岁的女孩，我又觉得不落忍。先生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那12岁的女儿，真的我觉得你这婚姻没意义过下去。对你来讲，你占尽了便宜，请个阿姨，你知道现在多贵吗？不辅导作业，不包接送，不管孩子学习，只管着给孩子做个饭就完事儿了，打扫个卫生，8000起步。这个管孩子的心理，管孩子的吃喝拉撒，管孩子的学习，还管给钱。您这是找了一个带薪上岗的阿姨呀。所以说你这算盘打得真好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，重组家庭里边最难的，可能难的就在于对于孩子的管教。如果您知道您是重组家庭，非常清楚重组家庭的难就在于难在一碗水端平，那个鱼您就会扒到你碗里，分成2块，一个孩子一个。但您没这么做，小到礼物，小到吃鱼肉，大到对孩子的关心，带着去游乐场。您完全做的事情就是我是我的，你是你的，但你还得帮我要做我要求你要做的事儿。所以你让我怎么去劝？但是我也知道您的小女儿心里是有这个妈在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当爹的在故意挑拨这段关系，所以孩子才不敢叫她叫妈了。您是在故意把孩子剥离了他可以享受到的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母爱。所以这位男士，如意算盘别要了吧，生活哪有那么多如意算盘呢？您越算的精，您最后失的就越多。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没有看过一个人算计利益，最后算计来自己成功的。如果今天您还想要这个家，我就给你一个建议：钱全部给她，因为您知道她不是一个计较钱的女人，她越不计较，那你反而越应该给到她。我相信她其实能一碗水端平，剩下的就是您回家过后该承担的家务，帮忙承担一些。我用的是帮忙。还有最后一个。有一句话您别再说了，你说我比你好，我没骗他，您是没骗他，但是你用刀子在捅他，
比骗更可怕。您拿了真刀子，也拿了假刀子，看不到的刀子，一刀一刀捅他的心。这把刀从今往后扔掉，别再在你们家出现。如果再出现，先生，我就告诉你，您最后才落得孤家寡人一个。大家经常问说，什么样的婚姻就该彻底抛弃，就该离？我觉得有一个标准。我的孩子、我的父母、我的钱。第二呢，就是在你父母亲生病的时候，他也生病了。是的，你可以尽孝，但你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，能让他住进医院呢？能让他得到心理上的安慰，能让他体谅到你哦，我的老公实际上是在乎我的，只是他抽不开身，你没有让他体会到。还有呢，这是我想说的最关键的一点，你居然把刀拿出来，女士，这样的男的，你不害怕吗？这位女士，如果二婚不是特别合适，你自己逍遥自在不？你自己带着孩子是不是也很快乐呀？以前，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爷呢？对吧？你找一个大爷来伺候，好，你离不开他，那咱就说一点干货，不要来说什么哎，我以后对你好，画那些饼怎么地的。干货拿出来，钱交给他，时刻像这么善良，已经通过时间证明她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女人，这么好的为这个家庭付出一切的女人，你把信任交给她，把钱交给她。物质不能代表什么，人不能活在物质中，但是证明的是，一个就是尊重，第二个就是被在意，再就是你要清楚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恕我直言，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合不合适，你们的孩子投了票，孩子已经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你们，你们现在不像夫妻，这也就有了原本一个是叫爸的，现在也叫叔叔了，一个原本叫妈的，现在叫阿姨了。孩子是看在眼里的，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的喜欢自己的父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告诉孩子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两个人是融为一体的。但是你们给孩子的感受是，我根本感受不到，我以前叫爸的那个人现在还像爸。我也很遗憾，我一直叫妈的那个女人
和我的爸爸现在已经不像夫妻了。我们不要认为孩子的改口有人在教，恕我直言，是孩子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我非常震惊的是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们都没有去询问孩子为什么改口，孩子在这个家的感受，你们都在逃避。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。再说丈夫，我能够感受到，你们当时2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妻子更多的奔赴的那是真情，你更多的是将就。妻子尽心尽责打理家里的一切，她渴望你把她当个宝，也渴望你把她当妻子，但是你还处处真的在防范着她，包括经济的，包括其他的。你们2个人还过不过得下去？那必须要做出改变，但是这个主动权在丈夫手里。你如果做出改变了，我想妻子并不是说选择原谅，她会选择认同。因为今天我分明感受到，妻子并不是冲着离婚来的，她是告诉你，我们的家现在是怎样的一种状况，所以愿意改变你就改变，不愿意改变，这个家哪怕他今天不想离，最后也会逼着他离这个婚的。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3，这个可能会出来的。对，这可能会，这会出来，我觉得。但是，啊，我说了会出来，他们会出来。在后台有承诺了是吧？以后好好对他，把钱都交给他管，对这孩子好一点，不要费那么多。你回来吗？回来。说到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对您有没有一些触动？触动很大。就是您做的这些事儿，其实是在害自己的女儿。对，您要主动的去解开他们这对母女之间的那个心结。她有这样的一个妈多不容易啊！有一个女人能真心的爱她，把她当自己的孩子，对你的女儿来说，这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她又重新获得了母爱。甚至我有一种断言，你们2个人今天在《爱情保卫战》相拥而泣、相拥而爱的时候，看着电视的孩子可能会重新叫爸、重新叫妈。作为男人，50岁的男人自己珍惜一点。接下来就是相伴到老、走完黄昏，是需要有个妻子照顾你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明白啊。来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2位。好，请亮灯。希望这个拥抱真的是发自内心走进你们2人的心里了，能够从今天开始翻开一个新的篇章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好好过啊。谢谢老师。